伊萨克·牛顿是一位博学者，他于1643年1月4日出生在英格兰林肯郡的伍尔斯罗普。父亲去世后，牛顿的母亲再婚，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在格兰瑟姆完成学业后，他于1661年进入剑桥大学3一学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想获得法学学位，但在剑桥的学习被几位数学家的哲学所主导，因此他开始研究不同的数学书籍，并将自己的想法记录在一本书中。后来他将其命名为某些哲学问题。他研究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奥格特雷德的克拉维斯数学、笛卡尔的几何学等等。牛顿还研究了沃利斯的代数，并试图通过写作来设计他的定理证明。1665年，当瘟疫袭击英国时，牛顿回到林肯郡。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他在数学、天文学、光学和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发现。在家期间，他奠定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的基础，还从事光学方面的工作。牛顿在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光合色的论文。胡克和惠更斯对他的证明提出了质疑，他对批评的反应很不理性。人们认为牛顿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他想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另一方面害怕批评又迫使他没有发表自己的作品。尽管他很害怕，他还是给出了物理学领域的3大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空气中的声速等。在数学方面，他写了一本书《原理》，如今被称为一本充满无穷小微积分理论和应用的书。他还因发现广义二项式定理、牛顿恒等式和牛顿迭代法，使用坐标几何解丢番图方程、密集数等等而著称。1727年3月20日，他在睡梦中去世。现在来看看他对数学的几个重要贡献。1. 微积分基本定理。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建立了微分和积分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该定理，微分和积分互为逆运算。这个定理通常分为2部分：微积分第一和第二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指出 ，g(x) 是函数 f(x) 的原函数或反导数，那么 g(x) 可以作为具有可变积分界的 f(x) 的积分获得，这意味着存在连续函数的原函数。第二基本定理指出，函数小 f 在某个区间内的积分可以通过使用任何一个原函数大 F 来计算。2. 广义二项式定理。牛顿因提供二项式定理的广义表达式而受到赞誉。在4世纪，欧几里得提出了指数2的二项式定理的特例。3. 牛顿迭代法。牛顿迭代法是由牛顿和拉夫森发现的，因此也称为牛顿拉夫森法。此方法用于计算实质函数根的近似值。在这种方法中，选择一个接近函数 f(x0) 点的 x 的值 x0， 计算 f 和 f 的导数在 x0 的值，然后通过迭代公式给出 x0 之后 f 的根的更好近似值。4. 牛顿恒等式。这些恒等式是牛顿在1666年发现的。借助牛顿恒等式，可以在不实际求根的情况下求出多项式根的幂合。该恒等式也称为牛顿简吉拉德公式。5. 三次平面曲线。在数学中，三次平面曲线思由方程 f(x、y、c0) 定义，其中 x、y、c 是投影平面的其次坐标。三次曲线的时点由牛顿给出。三次曲线共有78组，牛顿发现了其中的72组。根据牛顿的说法，三次方可以通过5个发散的三次抛物线的投影生成。6. 牛顿基本差值公式及牛顿向前向后差值公式。牛顿差值公式是数值分析中的概念，用于生成差值多项式的牛顿差值公式采用类似于泰勒多项式的形式，但基于有限差分而不是导数。这种形式的一个优点是牛顿差值多项式的次数可以通过添加或删除与新点对应的更多项而不丢弃现有项来自动增加或减少。7. 计算曲线的斜率。牛顿发现表示和计算曲线的平均斜率很容易，但对于某些情况，例如距离、时间图上物体的增加速度，他声称没有方法可以计算任何给定个体的精确斜率。曲线上的点虽然可以通过取曲线较小段的平均斜率来计算特定点的斜率，但随着曲线趋近于0，斜率的计算也更接近于精确斜率。牛顿和莱布尼茨找到了另一种方法，通过计算导数函数 f(x)
给出函数 f(x) 在曲线上任意点的斜率。这种使用函数的导数计算斜率的方法称为微分。8. 无限级数。牛顿关于无限级数的工作主要基于西门史蒂文的小数，他是第一个使用幂级数的人。他还用对数近似调和级数的部分和